今年的暑期估计不会有旺季了，都马上8月份了，市场还是一片惨淡，价格上不去，房间也住不满，尤其是腰部和尾部排名的酒店，纷纷都在倒闭转让，只有个别的热门景区人山人海，大部分商圈还是一言难尽啊。今天问了5个做旅行社的朋友，成都、九寨沟、川西全线降温，连成都东站的客流都在下滑，高温加暴雨劝退游客，其实背后还有3大真相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年的旅游旺季怪得很，景区人山人海，队排的吓人，但酒店不满房，旅行社也没活干。明明是7月，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啊。再来看，今年那个位置进来，嘎是这个空位，今年个4个那个位置进来。7月27号，路上没车，景区里没多少人，还以为是我们的时间点问题，但这一路上我都感觉非常怪。然后酒店开始降价。每年最火爆的7月20号到8月20号，这里几乎都走不动，排队时间很长。你们看一下今年的暑假是什么情况？兔兔草场的北门。分享一下我在大理玩了2天，只花了250多块钱的攻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往年的7、8月份是中国的旅游旺季，无论是高铁、景区还是酒店，几乎都是人挤人。但今年呢，却有些反常。尽管部分热门的景区依然是人山人海，可酒店入住率却是非常的低迷。旅行集体吃土，高铁座位也是空空如也，尤其是中小景区、酒店，生意更是一落千丈。大量商户苦撑不住，纷纷转让或者是倒闭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无论是青海、甘肃还是新疆，就算拼尽全力出团搞活动，客流也是远不如从前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大理2日游仅花250块钱，空城马路随便走的现象也是频频刷屏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今年暑期来环山的客流量呢，感觉比去年的同期呢要少了很多。这是最近很多来环山游玩的游客和我们环山旅游同行的同样的感受，因为山上排队的现象呢减少了，山下的旅游生意呢也没有去年那么旺了。像景区换乘中心这种排队比较集中的地方呢，早上也不再像去年那样的人潮汹涌的。博主表示呢，拍视频的当天是周6，整体客流量相对比较平稳，门票检验处并没有出现人潮高峰，与往年同期的旺季排队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网络上对此有不少讨论，有说法认为是黄山的免票政策缩水了，没有去年力度大，导致吸引力下降。那么也有人觉得呢，是西部旅游实在太火，把大量游客分流过去。那么还有人把原因归结于天气，担心雷阵雨会影响出行。博主认为，真正的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来自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。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之下，游客出行意愿和消费意愿更加理性与谨慎，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张家界。咱们来一起看一下，今年张家界为什么客流量整体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？那我个人呢分析了以下3个点。第一个点呢，就是大环境不行，经济下行，整体消费能力降低。第二个呢，多地自然灾害频繁，气候异常影响。第3个也是最主要的点，游客的体验感不好，留下的印象差。而在山东威海这样的典型季节性的旅游城市，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据新媒体晋旅网的报道表示呢，一位山东威海的民宿经纪者透露，往年的暑期旺季，民宿房价一路上涨，今年却是一路暴跌，从平均的800块降至大约是400块钱，房源闲置依然严重。威海作为淡旺季明显的旅游城市，高度依赖暑期3个月的业绩，一旦旺季表现不佳，今年亏损已成定局。那还不只是如此，即使是热门的海南岛景区也是未能够幸免。我发现今年的游客真的是很少，就包括刘公岛，现在上岛都不用排队了，而且是只有上午有船上岛，而下午都不用发船了，没人上岛。还有呢，就是你说那个索道是吗？早上8点钟的时候都没有人，就9点开始慢慢陆续有人。前2天还有朋友问我，就是海驴岛最近排队吗？去年来的时候老排队，排2小时。我跟你说，今年一点都不用排队。博主指出，今年市场变化明显，原因呢主要是2个。一方面是因为今年上线了2艘大型的邮轮，承载游客的总量一下子上去了，把不少原本会留在本地住宿的客人直接带走了。
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游客数量本身确实没有往年多。你不信呢？您可以随便搜一下现在酒店价格，比如威海的4星酒店，现在基本上是400-500块钱一个晚上，5星的也就在800-900块钱左右。可是你要是放在前几年，就算是普通一点的酒店，旺季价格轻松破千。这一明显对比，市场冷清显而易见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有人实地走访一些曾经人气爆棚的景区，实际情况却是令人失望。一位网友感叹道：“这已经是我第4次来茶卡盐湖了，从没见过游客这么少的。”现在你看看，这么大广场，这么大的停车场，没车，房车也没有，真是不可思议，怎么这么萧条啊？之前咱俩还上面去超市买东西去吃饭，你看现在没人了，看到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网友指出，这里停车场也是空空荡荡的，服务区整栋楼里安静的出席，连自助餐区也是冷冷清清，远处停车场同样是如此，空无一片，真的是怎么都想不到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的遇冷，表面看似天气作祟，实则背后是整个行业格局的转变。首先就是极端天气确实让部分游客望而却步。从6月中旬开始，全国多个热门旅游地陆续进入40度高温加暴雨的模式。以四川为例呢，7月里既有持续的高温，又有频繁暴雨，游客担心中暑、塌方，索性选择宅家避暑。但天气呢，还只是一个导火索，真正问题在于消费降级加模式转型。那比如像是敦煌景区人满为患，但周边酒店价格却是大跳水，280块一晚都是无人问津。成都东站附近的一个民宿老板表示呢，100块一晚都难以出租。川西一带的酒店入住率也是大幅下滑，去年一天能挣8万的酒店，今年游客人数腰斩，营收自然是大减。而在另外一边，游客却没有消失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旅行，睡车里搭帐篷，自己做饭，完全摆脱了传统旅行社和酒店的束缚。近期出来带团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每个景区它的停车场都是停满状态，景区的客流量它是呈1倍、2倍、3倍的疯狂上涨，但是今年的旅行社收客量不足50%。往年你像茶卡、大柴档、敦煌这些地方，它的酒店是订不到房的，酒店的价格也是一天一个价格。但是今年这些地方酒店，它的房子是没有卖完的，还是有空房的。有网友指出呢，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主要是因为这条线路本身已经走得非常成熟，交通条件也是很便利的，再加上现在网络上随处都可以查到非常详细的攻略，很多游客干脆就选择自己开车来，一天来回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，根本就不打算在本地再住上一晚。这样一来呢，酒店入住率就被拉低了，旅行社也很难再组织到成团的人数，生意也就是越来越难做了。那么还有专家指出呢，现在自驾加床车的模式正在成为新潮流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规划路线。小红书上14天自驾7000公里，人均花费3500元的攻略爆火，说明游客正在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自由度。川渝地区酒店加盟者也表示，景区客流量不饱和，曾经是大排长龙的景象不复存在，周边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，能达到60%入住率就已经是属于优秀的了。这个暑期旺季对酒店来说真的是最惨淡的一个旺季了，消费降级叠加暴雨连连，很多热门景区城市现在连订单都还没有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来看，大多数酒店的流量价格同期对比下滑30%以上，往年卖1000多的酒店现在300-400都没人，真的是太惨了。今年酒店9月份会倒闭1半以上的酒店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前2天拜访一个酒店大佬他提出来的观点。他的看法是，今年的7月份、8月份已经比往常要惨很多了。为什么大家还在苦苦支撑？因为7、8月份就是酒店传统旺季，大家都想先撑过这个7、8月份再说。等到7、8月份一过，寒冷的9月一来，大家都撑不住。另外呢，现在所谓的报复性旅游已经结束，市场逐渐回归理性。2023年至2024年期间，大家还在释放疫情期间压抑的出行欲望，
而到了2025年，经济压力明显加重，家庭负债率已经升至了66.4%，比10年前增加了48%，消费明显缩水。旅游不再是刚需，传统景区同样受到冲击。张家界近5年亏损达到13亿元。西安大唐不夜城虽然游客众多，但消费趋谨慎。如今呢，游客更看重的是情绪价值，比如像是淄博烧烤和天水麻辣烫走红，靠的是烟火气和真诚待客，而非单纯景色。疫情以来，传统跟团旅游逐渐衰落，小包团兴起，但今年暑期小包团也失去了部分的市场，自由行人数显著增长。年轻游客甚至一边旅游一边摆摊，增加旅游收入，消费降级趋势明显。有调查显示，62%的游客削减了旅游预算，经济型酒店选择比例上升至45%，高铁游、露营等居无的方式逆势增长，旅游消费更加理性，旅游业旺季不旺或将成为新常态。说实话，今年旅游群游比较多，好多餐厅都遇到这种情况了。14个人点一份大盘鸡，花100多块钱，坐在包间里面，烤肉也不点，有没有这样事情？有的吧。4、5个人过来吃半份椒麻鸡加4个面，自带酒水喝到晚上2、3点。哎呀，还有一个旅行团，一个小伙过去买瓜去了，买了这个一个瓜5公斤，他要1半。老板问呢，你们几个人吃呢？这个小伙说咋个？我们11个人吃呢。哎，11个人嘛，哎，你每样几个瓜不行吗？哦好，哎，切开1半，人家卖走了吗？那么还有网友表示呢，曾经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一到假期就收拾行囊奔向远方，旅游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这几年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悄悄的不怎么走动了？这些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要多看看世界，一拿到工资就迫不及待的买票出发，记录不同的风景，发在朋友圈里，收获点赞和羡慕。你就说出去赚的多了吧，然后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浮躁了，然后越来越不满足现在已有的这种生活状态啊！上班的时候变得3心二意，然后只要有假期总想着往外跑。可是随着他手机和相机里边照片越来越多，就发现口袋越来越空了。然后有一天心血来潮算了算账，就发现这几年他旅游花出去钱能在他那个4线城市买一套房子了。他说别人存下了房子和钱，他存下了诗和远方。钱和房子能解决温饱，他的诗和远方只能满足他的虚荣心。其实你们有没有感觉啊，在没有文化底蕴做支撑的那种所谓的行万里路啊，我感觉其实也不过就是个邮差而已。你们觉得呢？那么还有网友表示呢，中国景区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作逻辑，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休闲、放松或者是探索的体验，它更像是一套高度工业化的程序。你付出时间和金钱，最终获得的却是一次标准化、同质化的打卡任务。仿佛旅游的意义不在于享受和沉浸，而只是在朋友圈里留下一张我也去了的照片，证明自己曾在假期积极参与。这种旅游方式并不再释放人们的压力，而在假期这个名义下继续掠夺剩余价值。一张门票、一辆景交车、一顿高价餐食，每一笔都精准地击中了消费者的软肋。所谓的假期其实并没有让人变得自由，反而却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集体迁徙和消费绑定。中国式假期有时更像是一场被动的制度性轮换，人们如同流水线上的零件，在节假日里被短暂松动下来，投进一个充满人群与喧嚣的冷却槽，还未真正冷却就被拧在原有的位置上继续运转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，旅游从来就不是逃离日常，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不由己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景区问题也是层出不穷。最近，甘肃4个景区爆出令人震惊的天价过路费事件，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热议。许多游客反映，甘肃马蹄寺出现强制收取过路费的现象。参观金塔寺如果没有提前预约，自驾车辆需要缴纳每人300块的过路费，这还不包括景点门票。如果拒缴呢，车辆会被拦截，工作人员甚至引导游客购买通行票。这条公路并非景区修建，但县道却被强行收费，公共道路变成了景区的私家车道，演变成拦路大劫。
一辆车4人计算，过路费高达1200元，堪称强制收费。虽然官方很快做出了回应，但网友认为这其中问题太严重了。闪电新闻批他吃相太难看，一点都没冤枉。当地文旅局火速出了个情况说明，态度诚恳，道歉及时。但您仔细品品他的这篇文章，承认景区道路和公共道路是同一条道路，然后呢，深表歉意就完了。请问公共道路是谁给你的权利设下拦车？这是道歉就能完事了的吗？存不存在违法行为呢？甩锅引导不精准，视频清清楚楚拍到直行道路被锥形筒和指示牌物理阻断，所有车辆被指挥进入收费口，这叫引导不精准吗？我看有点强制导流，变相设卡呀。网友吐槽说，官方称非观光游客可以自由通行的规定，而实际上仅挂在墙上作为形式，现场执行却是完全是另一套操作。强制收费现象屡见不鲜，官方借口旺季人多，将违规收费合理化，殊不知这是对游客的极大不尊重和管理层培训缺失的表现。一线员工政策不懂，只能说明管理混乱，把责任推给基层人员，更显得敷衍和推卸。而更令人愤慨的是，官方称游客误解现场收费操作，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充满了傲慢，暗示游客不理解收费流程，实则是景区工作人员拦错路、收错费的事实摆在眼前。最初呢，工作人员也能够承认设卡收费既不合法也不合理，这才是实话。官方所谓的深度旅游产品收费更是前后矛盾。游客关心的根本不是你所谓的深度旅游，而是凭什么在公共道路上强制非观光游客缴纳高额的过路费？这是赤裸裸的狡辩，完全是想蒙混过关，欺骗公众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